好，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这个注意都放向了中东哦。中东的确现在呈现了一个这个大国角力的一个局面哦。那所以沙国现在要主办这个乌克兰和平计划会议，白宫的安全顾问苏利文也将会参加哦。那美国的官员讲说，预计俄罗斯、中国大陆是不会参加的，但是在沙国举行哦，就是考量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是看准了中俄不来，所以才进沙国吗？就引发了一些讨论。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克宫也有回应哦，他说他们现在正在密切注视沙国所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他说只要还被用作是集体西方跟俄罗斯的战争工具哦，基辅的政权就不希望也不可能会想要和平哦。那但是美国现在目前想要重拾中东的影响力啊，因为感觉上面好像他在中东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了，那他就要从这个以色列这边来下手，跟沙烏地关系正常化正在铺路当中吗？现在这个以色列的情报首长现在密访华府，所以沙烏地方面的条件包含了跟美国达成一项重要的国防安全协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让步以及长期以来遭到美国跟以色列反对这种民用的核能计划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现在美国有意要撮合说，现在是不是以色列跟沙国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是这个他有意要撮合这两者之间那现在伊朗是产生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提到，此举恐怕会损害这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哦，所以感觉上面美国又开始在搅动一下这个中东吗？那反倒这个中东很多的国家跟中国大陆的贸易上面是往来是越来越深哦，像是沙国是中国大陆在中东地方第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级的这个贸易伙伴哦，光是2022年双边的贸易额已经到了1160亿美元。那中国也在这个中阿这个博览会已经第6度举办，在9月21到24号在宁夏的银川来举行也预计说这个参与会议的等于说参展的人数啦，大概可以超过1万人。那下个月也要跟阿联酋在新疆这边来举行首次空军的联合训练，这是中阿的猎鹰盾牌2023空军联合训练将在8月份的时候在新疆举行。那其实美国多年来跟阿联酋的关系是蛮密切的阿联酋从2012年以来都一直是美国武器世界的第3大买主，所以这一次看起来是难道这个有一点转向的讯号吗？这个中阿关系的加深美国当然非常的紧张该不会哇现在是不是阿联酋也转向要跟中国大陆来购买这些军事武器呢？那再来这个沙国、埃及感觉上面也都是如此，他们对于这个美国或俄罗斯的武器依赖逐渐在降低反倒是找上中国大陆。你看看黎巴嫩的情报组织的战术报告，他提到了这沙烏地的这个军事产业公司都在跟中国大陆的一些兵器工业集团正在洽谈，比方说像是侦察无人机防空系统这些相关的军备甚至包含了一些无人机，像是瑞鹰这个无人机自杀攻击无人机红旗短程的这种防空系统都开始找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新的这个购买的买家，应该算是买主，像是中国大陆来购买这些武器。那美国也开始在一带一路上面做文章了。习近平有提到，他说现在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打造成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工程了。可是美国就一直在拉着意大利说，退出一带一路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议题你看这次梅洛尼访问美国也是在讨论一带一路，所以环球时报的社评就讲说这个意大利的退出其实背后的影子就是美国正在操控美国就是背后的那一双手那还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让大家觉得有可能吗？因为意大利的防长讲到一带一路很邪恶那参与了10年他说参与10年只卖出了1批柑橘反倒是中国大陆对意大利的出口成长了2倍那他说你看法国没有签署计划，还不是跟中国大陆能够出口上百亿美元的飞机，真有可能吗？这签了那么久只卖1批橘子听起来实在是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那梅洛尼的讲法是说他可能也不太想搞坏跟中国大陆关系他说即使退出一带一路也会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也有传出说今年梅洛尼是想要访问中国大陆的嘛，所以现在目前也许意大利是要采取两边押宝的一个政策嘛。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这个沙烏地要举办这个所谓的
俄乌和谈的会议啊，可是很有趣的，就是说这里面应该如果是一个和谈会议，应该是当事国2国都参加。现在很确定是俄罗斯是不参加的。那所以就是说，他如果说是一个和谈的话，也可以说是就是说一部分国家跟乌克兰先协调意见，然后呢，把有一个共同意见以后啊，将来在谈判桌上去用集体的力量去跟俄罗斯进行谈判。所以先形成一个谈判立场。那很显然的，这一场这个所谓的和谈会议啊，虽然是由沙烏地阿拉伯出面，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吉达来召开，可是啊，看起来又好像是美国的在幕后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整的一个策划的人。那所以这次目前现在感觉上是有一点突然，就突然国际社会传出来一个声音，就是说沙烏地要出来办这个会议，好像一下跳出来这个俄乌的和谈啊，好像有一点点这种怎么讲呢？有一点这种征兆出来了，可是实际看又不是。那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个国家会参加，还是不是很确定。那时间也快到了，因为它预计是在5号到6号之间在吉达就要召开了。那这些很多都是传闻，不确定，说大概有30个国家。那么乌克兰可能会参加，俄罗斯已经确定不会参加了。所以呢，俄罗斯的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基本上对这个会议的看法，他显然是站在一个对立面的。所以他的讲法是说，是集体西方与俄罗斯的战争工具，对不对？他说基辅乌克兰根本在目前这情况根本就不想要和平嘛，所以和谈根本还没谱，你开什么和谈会议呢？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和谈会议等于说是一方面的正在整合一部分国家的利益，一部分国家利益。那过去就是说中国大陆会不会参加？对，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找沙烏地阿拉伯，就是希望透过沙烏地阿拉伯把中国大陆也纳入这个会议。那现在还不晓得。那不过现在知道会参加有一些国家，外面传说印尼啊、埃及啊、墨西哥，这些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那么欧盟跟美国也会参加。所以事实上，如果是美国在幕后主导，应该美国现在在整合很多国家的意见。把对于未来俄乌要和谈的时候从乌克兰跟美国的角度上，应该提出什么样一个和谈的条件？谈判的这些各个这个攻防的要点在哪里？其实现在等于就在整合意见。可以说，虽然是以和谈为目标，可是目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结合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在将为未来的这个谈判做准备。那所以这个目前讲说，很可能的就是说，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也会参加。不过不管到如何，就是说这是这1-2天突然传出来的消息那可见美国也可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推测，美国也已经在做未来俄乌战争的和谈，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而且又是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俄罗斯方面施压。那到底什么时候真正俄罗斯跟乌克兰会坐上谈判桌？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俄罗斯已经讲了说乌克兰根本不想和谈。那不过美国现在已经有这个动作了，也是不是显示说美国对俄乌战争已经有一个想要让他走上谈判桌的这样一个准备了那如果说确实100%是美国在幕后策划的话，那也可以说美国的拜登政府事实上已经在为未来把乌克兰送上谈判桌已经在预做准备了。好，赖老师。这一次的俄乌的会谈和平会谈是第2次的会谈延伸的上一次是在北欧，中国大陆没有参加，俄罗斯没有被邀请，一个相关的当事方没有被邀请的和平谈判怎么可能推得动？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谈其实就是要止战嘛。那怎么止战？那基本上就是要联合多数的国家给俄罗斯施加压力，让俄罗斯不能够继续进行它的军事上的动作，不切实际所以第一次中国大陆没有参加，我预估这一次中国大陆也不会参加。这道理很简单，中国大陆如果参加，以美国为主导
的方式啊，还有乌克兰也有派代表出席。那如果大陆没有站在乌克兰这边，那它就变成这个美国所主导的一些国家攻击的一个对象。这样的情形，他得罪了乌克兰。可是如果他今天站在美国这边，他得罪了俄罗斯，那这样的情形下，他两边都得罪，划不来。可是之前中国大陆是两边都交好，他跟乌克兰的关系很好，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他原来是两边交好，所以他的和平特使可以穿梭于两边之间，可以穿梭于欧盟跟多方之间，跟德国、法国、波兰等之间。可是如果当他一旦选择跟另外一边交好，就会得罪另外一边。他为什么要去参加？那美国这次为什么要特别由沙地阿拉伯来办？沙地阿拉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提高他的影响力跟他的政治资源。但是美国人就是要利用沙地阿拉伯现在跟中国大陆关系也很好，要由沙地阿拉伯给中国大陆施加压力。那问题就在于，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会跟沙地阿拉伯很好的沟通，说他为什么不参加的原因跟理由。我觉得这个沙地阿拉伯也会知道说，我没有必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坏，因为他们有1000多亿的贸易额，而且呢，未来城的一个新建，事实上一直在增强，更何况沙地阿拉伯很清楚知道，他跟中国关系的友好，使他有筹码跟美国叫板，那也让美国不敢再对沙地阿拉伯予取予求，反而要对沙地阿拉伯客客气气。所以我个人认为，对沙地阿拉伯来讲，也不会因为中国不参加而开罪于沙地阿拉伯。美国这个算盘不成功也并不高明我比较关注的反而是阿联酋就是阿联酋跟中国大陆在西北新疆的联合军事空军训练。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要看的是阿联酋带的是美国的战机还是法国的战机？因为如果阿联酋带的是幻象2000，那这个对台湾当然会有影响。如果他带的是 F-16战机，当然对台湾也有影响。那美国所能够阻止的是，如果他带 F-16战机的话，美国可以阻止。但是问题是，如果他飞过去的是幻象的话，那情况就不一样。不过两军在这个地方举行联合军事训练，这个对阿联酋来说，近距离的了解接触中国的这个主力战机，这个对未来中国大陆要把军事武器再卖到阿联酋也开了一条路了。好，县长。我们想一想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10页计划到底在谈什么？其实很简单，除了开矿之外，国家要富起来，第一个要开路，第二个靠海的要开港，一带一路不就是开路跟开港吗？那但是这个开路跟开港现在被赋予了很多很奇怪的观点。为什么我们这么想？这是前几天所在那个Foreign Policy 那个外交政策里面的一篇文章他把中国可能在未来建立海外基地的地方，他通通标出来了。那他标出来的所参考的依据是什么？是大陆他所投资的经费到底有多少？可是我们有想过吗？这个是不是其实是中国援外，就是援助外国的一种方式呢？我们想一想它这个里面的这些地方，我最近所传出来的是柬埔寨的云壤，那在之前所传出来的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还有缅甸的皎漂，这些国家它的经济是不是都不好？那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所讲到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每一个点那也就是帮助这些国家富起来。你当然要开港不然要做什么？卖军火吗？当然不是嘛。那第二个，我们讲到有关于所谓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讲的是什么？就是陆地上的我们仔细看一下就是说从之前
我们看到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为什么在西安？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那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起点嘛，然后就可以通到中亚，然后通到俄罗斯，最后到达西欧。其实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大家手牵手一起富起来的一个道理嘛。怎么讲到最后都好像只卖了一篓橘子，还是你只买了一篓橘子嘞？其实我们要想通这个道理，中欧班列已经开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当初那个大家在想说这个疫情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中欧班列是不是解决了很多塞港的问题？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蒙古，大家有没有想过蒙古有多在意说现在那个中国跟那个俄罗斯，他们要开一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一个天然气管？为什么？因为它要通过蒙古，通过蒙古自己可以用啊，而且通过自然也有这个费用。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一带一路绝对不是想象的那么邪恶，而且我曾经讲过，我再提醒一次，这个就是中国安全的一个后门，也就补足了当年对日抗战的所谓的中印公路、滇缅公路，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国大陆现在要反制美国，也出了重手就除了这个加跟者之外，现在要反制美日的晶片制裁。中国大陆从9月开始禁止无人机出口已经有相关商务部的一个告示都出来了。商务部、海关总署还有国防科工局他们现在目前发布了最新的一个公告，就说对于无人机相关的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这相关的一些公告已经贴出来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波的管制包含了无人机的引擎、通讯设备，还有雷射测距零件。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看到了反无人机干扰系统那这次的限制范围也会扩大到消费者的无人机，任何民用的无人机也不得用于军事目的的出口。大陆的商务部发言人提到了，他说这次高效能无人机因为具有一定的军用属性，所以它其实实施这种出口管制是国际惯例不针对特定任何的国家或是地区那现在目前这个当然大家讲到无人机就会提到大疆它已经算是全球龙头级的一个品牌，它对于这个大陆的实施出口的一个管制措施，他们讲说一定会严格遵守，并且执行出口管制的法律那从未设计过任何军用的军事的设备，也未曾在任何国家销售用于军事的产品。那我们看这个大陆官媒就央广的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他提到，为什么中国大陆要管制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出口呢？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措施关键就在于这个反制系统，无人机的反制系统，因为它使用的场景包含了重要的场所以及重要的设施重点设施保护，还有安全保护这些军事防御设施所以一旦它限制了这个，可能就可以掐住一些特定国家的这个咽喉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全球都仰赖这个大疆无人机。这个大疆无人机它现在过去曾经被美国列到黑名单当中但是它其实仍旧是在全球的市占率超过70%以上，算是非常具有领导性的品牌。其实我们在台湾你常常在买这种无人机也几乎都是清一色全部都是大疆的，所以市占率非常的高。那目前全球无人机的专利的这种领域里面有大概9.4万多件，大陆其实占了70%以上美国现在大概只有排名第2，可是你看差距非常的多它大概只占了11%左右。所以大疆他们现在这个全球策略的负责人他说，或许最不幸的事情是大疆的无人机非常可靠，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非选不可的品牌。但是呢，如果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其实其他国家是现在没有办法再购买得到这种大疆无人机的。牛弹琴他这个大陆的一个关注等于说新华社背景的一个公众号，他提到
美国跟大疆无人机就是大疆已经被美国的航太业者控告这个侵害专利，大概有86亿元那这场专利战是美国对大疆下黑手的第一步不排除还有其他专利要狙击这种大陆的企业。所以现在澳洲的边防也开始在停用，可能也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在停用大疆的无人机，在进行一些安全的审查。那另外，为什么无人机这么的重要？因为就是在俄乌战争当中看到了很多使用无人机的这种场景比方说最近有看到这个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炸莫斯科嘛，那俄罗斯的国防部有讲说，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他们的防空系统就击落了44架的乌克兰无人机。那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开始要有这样的反制措施呢？其实也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制裁习近平就喊出来了，现在科技的仪器设备要全面的国产化，要好好打好这个科技这个仪器设备操作系统以及基础软件国产化的攻坚战。彭博就解读了，他说现在中国大陆面对到美国的制裁，其实他们大量生产成熟制成的一个晶片反倒是让欧美应该要警觉因为尽管美国祭出这样的一个出口限制，可是呢，你看现在欧洲跟美国的这种官员都很担心，如果遏制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反而就是它会更快速的扩张根据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协会统计，预估到2026年的时候大概大陆就会建造出26座200毫米以及300毫米晶圆的一些晶圆厂，可是美洲地区只有16座，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值跟这个产量是遥遥领先。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无人机在中国大陆的应用很广，而且呢，它的生产制造能力很强大。那有很多功能特别强大的无人机，它可以用在军事方面，我们叫做军民两用无人机。在2015年的时候，大陆就对这样的一款无人机已经有限制了也就是说，你的飞行到300公里，续航可以1个小时以上，起飞重，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光学的这个奈米的系统更强大，你的雷达的定位系统更强大，测距离更强大的话，那这些是管制的。现在的管制更严了这一波的管制是暂时设施，暂时措施是2年，9月1号开始，然后到2025年的9月1号之前这2年内，那并不是说不准出口，而是要经过批准。以前是你只要有订单你就可以出口，现在是你有订单你要经过批准。那出货的你必须要确保一件事，就是说你要知道对方要用在什么地方，而且呢，你应该要知道对方可能会用在哪些地方。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够被用在军事冲突上，不能够被用在武装冲突上面，不能够被用在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上面。换言之，也就是说，我的机器不能够被用在俄乌的冲突，或者是现在所爆发的内战，或者是有一些政变，都不可以使用大疆的无人机或者中国大陆无人机。那因此出口商他就必须要确认对方是不能够把你的东西拿去转卖，或者是流入黑市，或者是你要确定它用在哪里，等于是这个严格就这个整个审核就更加的严格。好，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把功能拉得很小了，例如说起飞重7公斤就不行了，所以你载弹，例如说你的炮弹，那就不可能了，因为你起飞重。然后本身的机子不能超过4公斤，然后你起飞重7公斤的话，你想你一颗炮弹要几公斤？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就抓，而且呢不能够空中投射。以前是空中投射，美国有很多 Amazon， 他们对于他们的美国的很多社区，他们在配送货物的时候，他们都是用无人机，那是要投放。可是无人机要投放之前，它会有一个雷射去测距离，那个测距离是很准的。那现在那些都不行，有这些功能的所有的都不可以卖。所以我想，不是不可以卖了，要经过批准。那你想，除了对于乌克兰的战争，对于很多地方的战争以外，坦白说，对于欧美的很多国家，那么他们使用这个无人机，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限制？那因此，美国的军方其实也是大量使用中国的无人机。那他们也都开始被限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欧洲、美国来讲都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它的关键的零组件，因为它不只是整个无人机它包括零件，
都不能够卖，卖都要经过批准。那你本身有进口的，它坏了怎么办？好，来问介老师。其实这个在无人机这个新兴的这个工业产品领域中国大陆大概是全世界名列前茅。对，那大疆事实上是主要是使用这个生产民用无人机的，它在全球市占率这边写大概70%，70%。那你在这个全世界很多你买到的这个无人机都是大疆，在台湾你就要上网站去网购买了也是大疆的。对，在台湾你到有的时候海边很多人在玩那个无人机你看他玩的大都是大疆的无人机，所以这个大疆这个产品不只是说在全世界这个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风行的产品而且就在台湾也是一样。像我们新闻部空拍机也都是大疆的，因为它的型号非常的多种，而且操控简单，然后呢这个功能也蛮多的。不过这次中国大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它是几个部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防科工业总中央军委联合发这个命令基本上主要是针对有军事用途的，包括零件跟最后的成品，对它都控。可是大疆这个公司在大陆这个政府的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所以要出口输出要经过许可。大疆公司马上也就做了宣布，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制造设计任何做军事用途相关的这些无人机，所以大疆基本上就是一个民营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对中国大陆对这个有人在猜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设这个禁令最主要还是俄乌战争，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在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无人机的使用率已经非常的高了，它在战场侦察。然后战场这个参战，然后事实上以最近来讲的话，这个乌克兰那前2天在这个攻击俄罗斯莫斯科的商业区的，也是用无人机。那种无人机看起来不是真正的军用无人机，它很可能是民用无人机的可改装的。因为它的那个基本上很难侦测。那所以这个部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说把这些成品就明白的就表示说，我不准出口。也就是说，任何将来有人要栽赃说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或哪里战争他协助哪一方这个从根源里面就禁掉了。那中国大陆的军用无人机都不是大疆生产的，以这个所谓的双尾蝎也好，或者说的它的无侦七系列都是另外的厂专门生产军用无人机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正好显示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事实上在这个产业界是居于领先的地位。好，店长。对于大疆无人机的可靠度如何不要问小舰长，你去问 YouTuber， 你问问 B 站的这一些博主，他们用的是什么？都是大疆你看开箱的都是大疆你有看到其他牌子吗？当然可能有啦，很少就是了。所以我们要这样讲刚刚介大使有提到有关于那个型号以及功能的部分我们讲功能的部分，因为小舰长有的时候会看一下那个我们 YouTuber 怎么拍片他们为什么可以跟着人跑，跟着车子跑，搞半天那只是一件功能嘛。那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想到了，我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带着无人机飞，可是我需要无人机的那个镜头那他就设计了这一种模式。所以我们这样讲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有70%以上的这些专利都是来自于大疆无人机，来自于大陆最主要的原因但另外有一个问题就要问啦，什么问题？我们一天到晚看到那个松山机场3不5时的就被无人机恶搞那个让我们的那个民航客机没有办法降落。可是我问一个问题中国大陆这么多的机场有很频繁的发生这种事吗？没有可是他们的无人机用的比我们台湾用的多为什么没有？因为科技嘛，对不对？什么叫做科技？因为他们可以设定地理围篱设定了地理围篱你就进不去对不对？而不是
靠道德，你不要飞在那个松山机场下滑道哦，不然抓到要罚哦。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使界文吉。在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民进党是不是走进白宫只能喊抗中哦？因为现在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赖清德的走进白宫，说他只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米勒啊，他讲说，被问到这相关的问题的时候，米勒不愿意评论，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那这个国务院对于赖清德即将过境的看法，他则强调说，过境是行之有年的，可追溯数十年哦。那现在跨多届政府也没有不寻常之处啊，所以反正就是一中原则先挂前头，然后就说没有不寻常，避重就轻，没有再提白宫说的回应哦。那再来我们看吴钊燮啊，他就现在接受外媒的访问，就说再喊出来停止阻挠我们参与国际事务哦。他说中国徒增国人反感，并且提高因为意外或是误判而导致的这些灾难性的后果的可能性。那中国的目标如果是争取台湾人民支持，应该要放弃武力威胁，停止这个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啊，这是吴钊燮的一个讲法。那美国现在感觉上面继续拱火，因为现在说对台的军售要放宽，要不限防御的武器，这是美国跨党派的这个众议员近日提出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的法案，要求美方要优先处理对台的军售案而且还要修改台湾关系法来停止限制这个售台武器这个不再是只有这个防御性质。那真的有办法吗？真的会卖给我们这个攻击性的武器吗？亮哥就揭开了一个猫腻说这个会跟817公报互相抵触所以它的这个严重性其实跟这个2758号决议有雷同之处都是在挑战这个中美建交的3公报，所以很严重啊，这个后果挺严重的。那现在目前解放军的这个机练领空攻击反制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画面。USA aircraft, you will violate Chinese airspace. We will fire warning flags. USA aircraft, you will violate Chinese airspace. We will take warning attack action. 好，这个是有军事迷说截取到解放军的军机疑似在训练，如果美军靠近领空的这些攻击步骤的录音专家都认为这不排除是解放军驱离的动作，那可能会越来越大。那美国的军援台湾乌克兰模式其实有所差别因为拜登已经有43度引用总统提拨权来提供超过400亿美元的军援，那相形之下呢，台湾因为目前没有立即的威胁啦，所以拜登的军援更像是政治动作，加强对于台湾国防的象征意义其实远超过实质上的一些意义。那今天也是中国大陆的这个8·1建军节，我们看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就是大陆的0521终极版的驱逐舰现在开始动工了。那055装备最先进的中压直流全电推进系统，以及155这个厘米的电磁轨道炮，还有雷射武器这些多项高能号的这些舰载武器现在也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打造阶段了。连这个山东舰的航母的演训也都突破它现在已经可能可以发挥全期运作能力今年要进行2次甚至多次可以直接超过第一岛链的相关的演训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些这个舰载机初级的架次还有训练难度、任务强度上面都已经获得了大幅度的突破，所以看起来这个演训上面的斩获非常的多。那另外呢，这个欧盟方面也要开始跟菲律宾在海上有一些安全合作。我们看到冯德莱恩讲说因为这个欧洲跟印太不可分割那所以南海仲裁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中国大陆在台海展示军事的力量，不仅影响该区域，那可能会影响全球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响。所以他跟这个菲律宾联合发表声明，就说接下来会有一些资讯的分享还有一些威胁评估，来一起打造海岸防卫队的能力，并且加强跟菲律宾
这些区域海上安全方面的一些合作。那日本也有动作，它是跟斯里兰卡还有跟马尔地夫的外长接连2天都有碰面感觉上面是要拉拢这些盟友要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跟俄国吗？因为就是印度、斯里兰卡跟马尔地夫是日本等于说海上安全极为重要的3个国家，现在看起来这个中俄动作很多，日本也开始在拉帮结派嘛。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就是说白宫最近也被问到，就是记者会问到这个赖清德进入这个白宫的这个说法，可见就是说这个说法在白宫在美国华盛顿现在还在发酵当中，所以赖清德他这件事情，这个被这个 Financial Times 披露以后那么赖清德曾经私底下说，他没想到美方的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我想他这个认知对华府对于这个台湾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把美国扯进他的政见里面他对他这个后果到现在还不了解有多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赖清德的做法已经重创美国对他的认识跟信任了。那这一次他去美国要去过境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会更亲身感受到他这个在对美国政治的这种无知是他自己要付严重代价的。因为美国的看法就发觉说，怎么会如此的缺乏对国际政治的基本常识，随便消费别人的国家，随便消费别人的政府这个在国际上人家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物。我觉得就是说在国际政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任的这2个字。如果发觉对方是完全不能信任的时候，或者这种就是有点暴冲型的，这种暴冲型的性格，在这种国际政治里面人家就很怕把他作为一个对手来对待。所以这件事情，你看白宫在这个记者的时候，有人要问他这个问题，这个会提这个问题，就显示这个问题在白宫在华盛顿这个政治圈子里面还继续在发酵。那这就是会认为是非常离谱一个说法。然后呢，基本上也会影响到美国跟其他整个他所坚持的一些他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些基本立场。所以你看他一定会说我们的一中政策不变所以基本上赖清德这种作为，从我们过去来看的话，他就是做球给别人讲来打我们自己。对，所以就是说，你的政治主张是一回事，可是你对真正现实的这个政治运作的无知的话，跟你的政治主张有时候正好带来反效果。那这种人是真的是不太适合做他的这个，而且他最近他的那一篇就在美国 Wall Street Journal 的那一份投书那个英文那个程度在这个这个外交圈也传得很多，大家都在看说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英文的这种程度的东西就拿去到国际上去这个去投书，让人家觉得台湾怎么这个英文程度这么差。那其实这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外交团队的素质太低了，他太轻忽这一块，素质太低。那其实民进党虽然整体说来他在处理对外工作的那跟国民党的团队是不能比的，可是也不会差到像赖清德目前这个团队这么差。那可见赖清德他这个选举班底里面跟民进党这个党的机器里面过去在处理这些就是说起码这个蔡英文在用的这个团队中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那样一篇文章才会出去，让他去到国际上贻笑大方。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各方面都也是距离这个应有的水准很差的，而且他内部反映出来，他这个团队里面的素质很低，而且低于民进党已经很低的水准更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很怎么讲呢？他的整个如果说他在继续领先台湾的选举对台湾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认为真的很危险的事情。那这个吴钊燮讲的这一些他每次在国际上接受访问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一句话，他就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他是一个台独分子，他推动的是台独式的外交，就是如此而已。好，赖老师。赖清德由于他的台独的标志非常明显
所以他过境美国很敏感，美国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过境美国很难处理。那谢峰也已经表明了，就是会全力阻止赖清德过境美国。那美国如果还是让他过境的话，中美的关系当然就会继续往下走啊。那美国如果要修补，美国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那当然，美国也会反过来要求台湾付出更多的代价啊，给美国来作为一个填补。这个就好像我们在向美国采购武器的时候都有一份费用，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买武器都比国际贵，因为有一份就是政治的费用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到最后倒霉的又是我们。那我们的选民要选这样的一个结果，要让台湾付出更多代价的候选人，选民要想清楚。吴钊燮的讲话逻辑不通，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大陆对你好，你就会对大陆好吗？你就不会反中吗？第二个呢，你提到的就是说，大陆的目的是要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那大陆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你也知道，他要争取台湾人民支持什么？支持统一。所以，如果大陆协助台湾，重返联合国，或者是加入国际的组织，那两岸就统一了吗？那你民进党就会开始支持两岸之间要走向统一，然后让台湾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吗？那统一了以后，那台湾本来就是在国际社会了嘛，因为已经统一了嘛，所以统一，那当然唯一代表这个合法中国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那就两岸一旦统一了，那就任何国际组织都能参加了，不是就如此吗？所以吴钊燮，你这个逻辑要努力一点啦，哦。那还是老话，大陆即使对你再怎么好，你还是会反中的。所以你不要搞台独，以为大家都看不清楚，大家看得很清楚。美国国会其实动作做很多，但是意义不大啊。重点是在于美国的行政部门，美国的行政部门怎么做才是重点。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又通过了这个法案那个法案，可是美国行政部门都不做，坦白说，那个两岸之间的现状，或者是中美的变化都不是很大。可是当美国行政部门怎么做的时候，中美的关系就变了。例如台湾旅行法不是已经通过吗？为什么蔡英文永远是过境美国而不是入境呢？不是有旅行法吗？那就代表什么？他们的行政部门就是不肯做，也不敢做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过我觉得，如果说假设美国把给台湾的武器越来越走向攻击性的武器，那美国就是要把台湾慢慢推的像乌克兰一样，也就是准备美国要用台湾人的命去消耗解放军一部分的战力。我觉得这个心就很可恶了。所以台湾的民众脑袋一定要保持清醒，永远不要被美国人设的局把我们推向乌克兰人的下场。乌克兰人今天的命运，他们当初的政客没看清楚，我们可看清楚了。我们台湾人不要上当，不要被骗，不要被设到这个局里面。还有一点，我想军事的部分由吕师来讲，因为他很内行啊。我讲一下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他是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在接主席这个位置都是部长级接的，他没有权利决定国防，没有权利决定安全，他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他没有权利决定欧盟跟菲律宾的安全上的任何协议。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欧洲有军队吗？欧盟有军队吗？没有。那欧盟唯一有的军队就是各国自己的军队嘛。那各国自己有的军队，他们会听你冯德莱恩吗？一个部长级的，当然是听他们自己的总统嘛。那因此，这些不可能做的事，冯德莱恩可以越权这样做。很明显的，他不代表欧洲人的利益。如果按照基廷所说的，那冯德莱恩涉嫌。他是美国人的特务，他是在为美国人说相，而不是为欧洲人说相。好，舰长。我们这么说啊，那个当然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啊，也就是美国对台的军售未来可能不会涉及防御性武器，那可能
表象上面给我们的是攻击性武器，但是实质上呢不一定哦。为什么说这个不一定呢？例如说我们所获得的成功击剑，它所使用的 Mark 92的这种战斗系统，跟美国它所使用的战斗系统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另外，我们在使用的我们的基隆击剑在使用的鱼叉飞弹，事实上跟美军使用的鱼叉飞弹也有一点差别。那这一点差别，对不起，我不能讲的内容是什么？不是我故意的那个刁难各位，因为这个是有那个机密等级的哦。那我们常常只要看到它后面写一个 Mode Star， 就是星号等级，或者是 Mode T， 就是 For Taiwan 的那个，都代表它的性能已经有所降低了。表面看起来很像是给了我们同那个友邦一般的装备啊，但是实质上不是。那我们有很热心的这个航空迷啊，一天到晚在听这个空中的这些谈话啊。那上一次听到的是什么？那个距离目标7公里，距离目标5公里、4公里、3公里、2公里，然后他讲了一连串的那个词，完全的跟解放军的用语完全不同。意思是什么？有些人很喜欢，觉得在这种救难频道上面，大家呛来呛去很开心啊。可是不要忘了，那是救难频道，你们这样子讲是真的是对吗？另外啊，其实刚刚那个新闻有一段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解放军机现在已经讲说他们要使用所谓的干扰弹啊。那这个干扰弹是什么状况呢？其实我们大家仔细看啊。这一个事实上是在 AIM， 也就是飞行员航空资讯手册里面，它就有谈到这个内容啊。就是如果你要拦截的话，事实上你是可以从外侧接近，然后我们大家有看到这一点吗？这一点就是释放干扰弹，就是让你，而且它有限制啊。晚上不能放，你只能白天放。告诉他，你不能再往前飞了，你应该向右脱离。就是这是对于民航机的一种限制啊。所以为什么这样做？这是 FAA 对于全世界所有飞行员的要求的一致的标准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解放军这样的作为，我相信今天的新闻出来，一定会有很多的绿色媒体说，看。解放军就是恶霸，拍谁不是？他 follow 的是美国 FAA 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解放军他慢慢的已经走上一个常轨，跟大家所使用的一个共同的那个国际的规则是相同的。另外，我们现在讲到有这么多的船要陆续的下水啊，其实只有一个道理，那个就是之前。那个李安友到台湾来讲的，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海军是中国。那他接下来这是我讲的，解放军本身已经是蓝水海军了，这一点毋庸置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